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领衔，电视剧《我和我的命》传递奋斗之路的力量。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，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《我和我的命》这部改编自梁晓声原著的电视剧，以其生动的角色和真实的情感，带领观众走入一个奋斗而又充满希望的世界。官宣发布的海报上，谭松韵饰演的方婉之身后有着绚丽的城市风景，仿佛在向观众透露着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大道。这部剧不仅在叙事结构上充满吸引力，更在情感的共鸣上与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契合。剧情围绕来自西南山区的70后女孩方婉之展开，她因生活变故、情感波折而逐步走出自己的狭小世界。20岁退学，辗转深圳，这一段人生旅程让她遭遇挫折，也让她在艰阔的奋斗中蜕变。与谭松韵搭档的闺蜜李娟、郝倩倩两位女性角色不仅增添了故事的温情，也使得集体奋斗的主题更加突出。正是在这种深厚友谊的打底下，方婉之经历的每一次磨砺和成长都显得尤为珍贵。从剧情设定来看，《我和我的命》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。她们不仅要面对职场的压力，更要在生活的波折中寻求安稳和自我价值。方婉之的奋斗历程也能够引起许多观众的共鸣。在职场拼搏的同时，人际关系的维系和家庭期盼同样不容忽视。每一次事业的起伏，都如同接踵而来的命运选择，让人在对错之间感悟人生的真谛。导演百山通过精湛的技巧，将每个细腻的情感瞬间与光影交织在一起，给观众带来亲切而深刻的视听体验。尤其是在展现方婉之和她的伙伴们相互扶持的过程中，画面中不仅有他们奋斗的身影，还有生活中那些温暖的瞬间，仿佛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希望与生机。这种巧妙的导演手法，使得这部剧不仅限于叙述个人命运，也在更大的视野中展现社会变化为角色生活带来的影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电视剧的剧本由郭靖宇操刀，他在多部优秀作品中的表现，让观众对这部剧充满期待。他总能在剧情中融入对生活深刻的观察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我和我的命通过方婉之的奋斗故事，隐含着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奋斗肯定，在她的身上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女性的积极向上和坚韧不拔。在剧情的推进中，方婉之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外界，内部的情感冲突和人际关系危机同样引发观众的思考。随着她的成长，事业的成功，身边人的变化同样令人瞩目。从背叛到中举，方婉之身边的人都在她的努力与坚持中找到彼此的归宿。这种情感的流动不仅让故事更显温情，也让观众在感慨之余，思考着友谊与信任在生活中的重量。总的来说，电视剧《我和我的命》是一场关于人生选择、奋斗与希望的深刻探讨。无论是演员们细腻的表演，还是富有深意的剧情，都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。这种能量不仅适用于追求事业成功的年轻人，也鼓励着每一个面临命运选择的观众。在方婉之的故事里，我们看到了自己，也看到了未来的可能。最终，随着剧集在优酷全网的独播后，期待能引发更多关于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讨论。而谭松韵将以她出色的表演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，继续为观众带来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，让我们共同迎接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。2. 蜀锦人家首播，剧情虽然老套，但谭松韵演技灵活，典型人捧戏。电视剧《蜀锦人家》在优酷5集上线，正式开启了首播模式。这部电视剧之从剧本角度来讲，
剧情主线走势老套，细节桥段套路，质量并不上乘，甚至于在服化道方面也略显廉价。但是，该剧当中女主角谭松韵的演技灵活，具备了不错的喜剧感，这是一部典型的人捧戏的作品。主线老套和细节没啥新的东西，是蜀锦人家最先带给观众们的体验。尤其是女主角谭松韵尚未出场的那些戏份，简直成了这部电视剧的灾难。经常看电视剧的观众，对于这样的开局，可谓是一眼就能看出了里边的主线走势，并且能够猜测到后边剧情发展的必然内容。这个剧情主线已经被很多悬浮的古装剧用过，只是这一次是蜀锦内容罢了。在具体的细节桥段上，该剧也并未呈现出多少的叙事智慧来。最为典型的便是青年女主出场之后，那些需要呈现其智慧的桥段并没有多高明。比如说，开局2集当中，女主角在酒馆当中结交国舅爷的戏码，就是剧情转折的关键点所在。但是，通过这种误会式的方式结交，并且板上钉钉，显然是架不住合理性推敲的。蜀锦人家当中，类似的需要呈现女主智慧的戏码，都是典型的不够谨慎的小聪明，一旦放在实际操作当中，就一定会露怯的。所以，在细节编制方面，这部电视剧更像是小孩子们才会信的内容。剧本过关的电视剧不会在细节桥段上露怯。显然，这部蜀锦人家更像是流水线团队作业的剧本。另外，蜀锦题材本来应该是颜色艳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蜀锦人家并未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。我起初是非常奇怪的，以为是电脑屏幕出现了调色上的问题。换到大屏幕上去看之后，该剧依旧存在调色上的问题。再换上1:2的屏幕，用顶级清晰度模式观看，依旧是如此问题。显然，该剧在后期剪辑调色上肯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我在介绍该剧定档的文章当中曾聊过，这样的作品放在春节档上线才是最好的，能够成为很多客厅的背景板。然而，看完了蜀锦人家的调色之后，我改变早前的看法。这部电视剧并未把自己客厅背景板的作用发挥出来，相反，它在色彩布局上做得比较差。该剧的服装、化妆、道具和美术等等都显得相对廉价。按理说不应该如此，有谭松韵这样的女主角在，这部蜀锦人家肯定是可以大爆的啊！把服装、化妆、道具和美术等等做得好一些，只是多花一些经费罢了，不是太难的事情啊。我比较担心的事情是，这部电视剧是不是把更多的经费花在了请女主角上，而在其他方面则搞得相对廉价了呢？如果是这样的，便是一个遗憾的。当然，有谭松韵在，即便是服化道等等廉价到了一定程度上，依旧会有播出的基本盘在。蜀锦人家当中，谭松韵的表演确实可以拖住这部戏，让它不至于扑街。细节当中很多架不住推敲的桥段，经过谭松韵的表演，观众们会忘记去推敲桥段的真实性，转而向谭松韵表演的娱乐性看齐。这便是演员厉害的地方，也是一招鲜。为什么谭松韵表演了之后，真实性被淡化掉，娱乐性被彰显呢？因为谭松韵有娃娃脸，观众们会因为这张脸，认为这个桥段其实就是青年孩子们在逗乐子。一个孩子演出来的桥段，谁会去较真呢？所以，不管谭松韵是不是孩子，绝大多数的观众都会认为，他演的这些戏还是孩子的，是不能较真真实性的，只看娱乐性即可。这种人捧戏的状态是一招鲜，一般的女演员是没有办法实现的。谭松韵在剧作当中嘻嘻哈哈的表演方式，就足以带给这部电视剧更多的剧本之外的乐子。
在一个看电视剧就是图一个乐子的当下属井，人家还是能够给大家这种乐子的。当然，该剧的主线剧情当中还有复仇内容，女主她爹惨死，这些设计就不是乐子了。我感觉，如果这部电视剧不走严肃复仇的路线，而只单纯走乐子路线，可能出来的效果会更好。您觉得呢？